好，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这个作品，然后这朵花我们就画了这个，中间偏左一点点哈，就画在这个中间偏左一点，稍微的下一点点哈，不要太正中间，尽量不要画在这个纸的这个正中间哈，正中间我们稍微的把它偏下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沾了底色之后，底色有的时候会沉淀，可以再调一下。沉淀的时候可以再调一下，然后沾好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好，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先调色啊。好，我们先调色，把牡丹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，薄薄的一层啊，薄薄的一层。因为这朵花的话，它的反瓣的颜色特别浅，特别浅。如果水分太大了，你可以在这旁边的这个纸上把它沾掉一点点，尽量不要让水分太大了哈。然后笔尖稍微沾一点点深的啊，笔尖稍微的沾一点点深的，笔尖有一点点深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了。我画的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先开始画这个反瓣啊，背面朝门的这个反瓣。那这个反瓣它有这种很长的，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姿态的，我们要画出它的这种姿态。实际上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会更加丰富一点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有变化，这个花瓣一定要画出有变化，去共性有变化。好，这个反瓣稍微的大一点，伸出来，好，一层一层的这种反瓣。那么这里这一层这个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，那我们再来一层的话，可能会要更加小、更加窄一点，它才好啊。把这一层更加窄一点。而笔尖一定要有一点点深色啊，笔尖一定要有一点深色。好，这一层更加窄啊。来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但是我们补充的时候只能补充一丁点哈，不要补充太多了，不要补太多了。好，一个小小的这种反瓣，我们画这种小写意一定要很有耐心的去画，一定要有耐心去画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后面再来一层小小的，小小的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左上往这个左下去包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个上面的往下面的，还是一样的，补充一点颜色，笔上稍微的补充一点点这个深色的。好，这个上面的往下包哈，这个上面的往下包。
当然我们也一定要讲这个变化啊。我们画这些，先画出所有的这种反瓣，先画出所有的这种反瓣来。那我们偶尔这朵花它就没有那么常规，就不是说它很规矩的，朝哪里就朝哪里。我们有可能它又有一个朝背面的哈。我们现在慢慢的难度有的时候会增加一点点，它会有一点变化，不像我们之前画的那一朵，它就是往里包就往里包。那这一朵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些变化，它这个花瓣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走向啊，不同的这种走向。好，再加一点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啊。笔尖还是要有一点深的，我们再画这一块的啊，这一块我们不一定说每一次我们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往里包，我们画一个往这边包的，往这个方向来。好，我们让它朝这个方向来，朝这个方向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有点干哦，我们用这个笔肚，这里蘸一点这个底色，用笔肚蘸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里面再加一些这种小的细节哈，笔尖要有深色，笔尖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深色。笔尖一定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深色啊。这种小小的细节的这种反瓣。这里会加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细节啊。我们把框架，首先我们画这朵花，把所有的框架都框起来，就是把所有的这种反瓣都画出来，把框架框起来。我的笔上的水分稍微的有一点多，就是大家画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多水分了，好，我们这边的我们就不往里包了，我们往外伸展。而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，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。这个就是我们示范的这种侧面的这种花瓣啊，侧瓣一个大一个小，又一个大，好，让它有变化，有这种变化。看一下我们这个每一个花瓣它都会不一样，虽然说它都是反瓣，但是我们要把它画出每一个都会有区别哈。这里又来一个小一点、瘦一点，让它有区别。好，这里来一层这么多的哈，这么多它排队排起来，但是它每一个都会有区别，每一个都会不一样。好，这里叠加，感觉这个反瓣是叠加的这种层次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。好，这个笔上我们又干了，我们现在在画这朵花的这个构架，把这个架子先搭起来，然后我们才去很简单，再去画它的这个正瓣的时候，它就很简单。我们每次画，为什么这样画？我也可以一边边的画完，但是这样子画，大家都不知道我下一笔画什么。但是这样子先把这个架子搭起来，让大家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的看得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这朵花，好不好？
像我们的教学都是这种分解式的教学，分解式的教学就让大家把这个难的东西变得简单，让大家写起来更加轻松。哎，这个笔尖还没有深的，笔尖没有深的，一定要有这种深的啊。我们这个反半，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多哈。反半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多，这个架子我们就搭这么高哈，架子先搭这么多，然后我们还画几个这个伸展开来的吧，往这边伸展开来的，往这边伸展开来的，笔尖要有一点深的啊，笔尖要有一点深的。画两个往外伸展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架子就搭这么高了，然后我们开始去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该完整的去完整，该组合的去组合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这个正半的时候，调色调的更加调多一点哈，调饱满一些，颜色调饱满一些，调多一点颜色啊。调完这个牡丹红之后，调一点这个曙红。好，去补充它里面的这个这个正半，像这些小的缝隙里面，我们直接这样子去补它就可以了。小的缝隙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大笔的去画。好，颜色一定要有这个最深的，笔尖要有这个最深的。我们从这个缺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半啊，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。
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去补充里面的正瓣啊，补充正瓣就跟刚刚我们画这个组合的时候是一样的啊，画这个组合的时候是一样的。笔尖最深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蘸一丁点这个胭脂哦，蘸一丁点这个胭脂，在这个根部用一点点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一部分是最深的啊，这一部分是最深的。我们到边缘来，会慢慢的越来越浅一点点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有点点干，有点干，我再加一点点这个底色，加一点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在周边的这些花瓣，我们会越来越稍微的浅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再沾一点底色啊，再沾一点底色。底色如果你发现沾的太多，你就在旁边这个废纸上把它沾掉一点点，不要太多水分了，太多水分很容易掌控不好。好，我们现在颜色要调少一点的，颜色慢慢的要浅一点点啊，颜色慢慢的要浅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水分有点多哦，我的笔上水分有点多，大家水分一定不要太大了啊，水分一定不要太大了。这个大花瓣画一笔，基本上这个笔上就干了。干了之后，我们再沾一点点底色，沾一点底色，往上调一点点，把这个颜色稍微调一点点啊，稍微调一点点，不要调太多了啊。现在我们的颜色越来越浅。
颜色会越来越浅，不要调太多颜色。好，这边我们先来一个后面的这种大花瓣。好，直接一笔划过来，一个大的花瓣，颜色会越来越浅一点。我们然后把这些里面的还是要继续补上去啊，这些反里面的这个正半还没有补完，我们继续把它补上去。好，好，这个下面的还要继续补。那我们在画外面这一层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画外面还有一层这个花瓣。外面一层的花瓣我们要另外重新调一个底色啊。待会儿有一些花瓣我们要另外重新调底色，画下面的这个大花瓣。现在我们先画一些是上面的，上面的我们现在还是这个底色，上面还是这个底色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提一下，把这个花瓣不要跟这些花瓣就晕到一起了。稍微的中间提一点点，这种深一点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外面一层，我们的调色又有一点点变化啊，颜色要更加浅一点。笔尖上有深色的，你要把它给洗掉，不要让笔尖有这个深色的，不要让笔尖有深色的。好，我们先加一点底色。现在我们调这个颜色要调少一点哈，一点点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笔尖要有一点点深的啊，稍微深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，慢慢我们去补充这个花瓣啊，补充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这里会来一个特大的一个花瓣。好，我们一笔一笔的这样子点过来。我们直接让它长，就直接让它长出来，让它大一点。回一下笔，有的时候回一下笔。好，这里直接一个夸张一点的这种大花瓣啊，夸张一点的这种大花瓣，回一下笔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大花瓣，然后我们慢慢再去补充这边的这个花瓣。好，现在我们画一个大花瓣之后，我们这个笔上这个底色就会没有了。
好，我们加了底色之后，调颜色，调薄薄的一层啊，薄薄的一层颜色。好，这里加一些层次，加一些这个花瓣的这种层次。浅浅的颜色不要太深了，颜色不要太深了，我们直接加这种层次感就可以了。笔尖还是要有一点点深色，稍微的深一点点。笔尖稍微的深一点点啊。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笔要有一点点这个扭动，让这个花瓣它有变化，不要太直接直接圆的过来，它就不好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些大的花瓣，这里再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这边再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笔尖再蘸一点底色，笔尖再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我们这样子转过来哈，这个反面不是很好站，我们只能这样子来。但站的时候，我们笔要有提按，要把这个花瓣画的这个边缘有所不同，不要画的太平均了，太一样了。好，这个底色里面我们再加一点东西啊，加点东西，加一点料，再加一点胭脂进来，把这个底色里面加点胭脂进来。再加一点3绿，把它调灰一点哈。我们要画最外面一层的这个花瓣，拿一张纸垫一下，再加一点3绿进来。好，再加一点胭脂，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颜色，让它这个底色会有不同，画出来这个花瓣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啊，会有这种颜色层次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的去调色啊，调色，但是我们这个颜色是要调少一点，不要调太多了，不要调太多颜色。好，我们来加上这些花瓣，加上这后面这些比较深色的一点的花瓣啊。稍微的蘸一点点胭脂，不要蘸太多了，颜色不适合太深了，不要太深了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一丁点，然后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到匀匀的。
好，这里加一层。好，这个外面加一层，加一层，回一下笔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，我们就加哪里啊。好，这里加一个。好，慢慢去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这个花瓣。然后外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的颜色稍微的有一些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笔上干了，笔如果干了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然后看一下再去补充哪里需要补充花瓣。笔尖蘸一点点胭脂就可以哈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。这里来一层，小小的一层啊。周边都有一层这种深一点的、灰一点的。好，我们的这些边缘外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深一点的这个底色扫一下，用深一点这个底色扫一点，让它更加协调、更加斜，让它这个颜色上会有一个这个呼应。用这个深色底色在这个边缘上去扫一下。这边还要来一圈，加一个花瓣让它跳出来。最后是调整这个花型，最后就是调整这个花型的时候。看一下哪里需要有一个花瓣。
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回一下笔。来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，最后就是一个调整。最后就是调整这个花型。好，我们就画这么多，先开始就这么多，最后再要调整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调整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花心画上，花心我们就用最深的这种胭脂来画。这个花心部分用最深的这个胭脂来画。然后这朵花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要加上叶，回一下笔啊，有些地方回一下笔。我们先来调一个嫩枝干，画嫩叶子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个画嫩枝干嫩叶是用这个三绿加藤黄调和，三绿加藤黄调成嫩绿色，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珠标，
再调朱标，然后笔尖蘸胭脂，笔尖蘸胭脂来画这个嫩枝干啊，画这个嫩枝干。好，我们这个枝干从这里出来吧。从这里出来，稍微的笔有点点干哦，稍微的有点干，看到没有？我的笔上稍微的有一点干，稍微有点干，大家可以最好不要复笔哦，复笔很容易画不好，大家画的时候最好不要复笔啊。有点干，我加一点水啊，加一点水。这4种颜色啊，4种颜色。画一下叶子，看一下这个叶子往哪里来。最好不要复笔哦，复笔很容易画不整，因为我这一下没画好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叶子从哪里出来，从这里出来，然后这里再来一组，再来一组可以，来上一点，让它破边。待会儿从哪里出来，我们先安排好这个叶子。从这里回来，这里可以还来一组，让这边多，这边少。好，我们先安排好叶子在哪里。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画老叶子的颜色，来调一个画老叶子的颜色。我们来一点这个花青，花青我们画老叶子是用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花青加藤黄加墨。好，这里有藤黄，然后这里这个墨，我们再倒一点这个墨进来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叶子，这3组叶子，3组叶子，我们先来画这一组哈，先画这一组，先画这一组吧哈。轻轻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，提起来，这样子是一片一笔哈。一片叶子是3笔组成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两边要有所不同啊，这2笔要有所不同，这样子就是一片叶子啊，这样子是一片叶子。那我们这一个组合是有3片叶子啊，再来一片啊。这个叶子的话的形状就看你们自己的喜欢，你们可以把它画圆一点，也可以把它画这个长一点，画尖一点都可以。好，这里来一组，这里来一组，这下面有一片，这边还有一片，长一点。
好，这里一组这个叶子，这一组叶子很多，那么后面这边还有一组，这边还有一组，让它破边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好，找上去，一样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啊，这后面还有一些哈，后面还有一些，让它有这种层次在后面啊，感觉有这种层次在后面。这边还有伸出去的，已经破边了，看不到了。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淡的层次。啊，这边一组叶子已经很多了，已经很丰富了。那这边随意的来几片，我们让这个组合不要两边都一样多。啊，这边我们伸出去又长回来的这种感觉，来一片，上面一片，这里再来一片。到这个花的后面去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来2片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后面还会有哈，这一看这里还有2个枝干，还有2只，它伸上去了。我们来2组这个嫩叶子，来2组这个嫩叶子。嫩叶我们用这个藤黄，藤黄没有了，我们再挤一点藤黄出来。看看这边这个叶子需不需要把它伸展出来？我们要观察一下，伸展出来，感觉这个位置不太够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伸展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要看情况啊，看情况去画。感觉如果我把这里伸展出来，这里就不够画这个老枝干了，我们先不伸展出来，我们先把这个老枝干画出来。这个画画是在不停的在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这种变化，不一定说刚开始我们设置好怎样去画就一定按照怎样去画，有可能在中途我们可能会变心哦，可能会变心。我们笔洗干净啊，画这个老枝干，我们把笔洗干净。刚刚我一下蘸太多墨了，把它洗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但是要留一点点水分，笔上还是要有一点点水分，然后直接笔尖蘸这个浓墨啊，笔尖蘸一下这个浓墨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了，好，画这个老枝干，我们从这里出枝。我们可以从上往下，直接这样子下来，下来。如果太浅了，我们可以再，然后这个花我们从这里来，参差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枝干长的这一朵花，就是比较老的一点枝干。好，让这个枝干从这里伸出去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个。
笔上要有一点水啊，蘸一点水，再蘸这个墨。蘸一点水，蘸一点墨，不要太干了，太干了画不动了。好，这个枝干。这个老枝干非常有姿态。好，这个我们让它破边。好，这里来2只这个嫩芽。你看，我们画这个老枝干的时候，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笔上不用调哈，蘸这个墨的时候不用调，洗干净了直接蘸墨，然后一笔下去，一笔下来，会有这个浓的，有淡的，还有这种枯的。你看，有一些地方是有枯的，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钝笔。你看这种钝笔，有些地方又会稍微直一点，所以你要画出这种有浓有淡，有枯，还有这种曲钝笔哈，钝笔画出这种曲的这种感觉，有曲有直这种变化来，一定要画出这种变化来。听清楚没有？我们画枝干要画出这种变化。还有我们画这个嫩叶啊，画一组这个嫩叶上来。画组这个嫩叶上来。我们画这个嫩叶子，用这个藤黄3粒，藤黄加3粒，然后蘸这个朱标，蘸一点这个胭脂，蘸一点胭脂。来，先画这一组啊，先画这一组。这个嫩叶是稍微大一点的哈，它已经长大了一些啊，已经长大了一些的这种嫩叶，中间还是比较小一点哈，中间的这一部分还是比较小。每组叶子它还是一样的，跟这个大的这个叶子一样的啊，还是一样的，分3组，一样的是分3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哈，一样的是这样子来，这样的一个规律。所以我们画这个嫩叶子，颜色可以不用调的太均匀，不用调太均匀，它中间就会有这种胭脂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个就是没有调太均匀。
这一组这个嫩叶很丰富啊。这里来一个小嫩芽，从这里出来，这里再来一组。让它叶子特别丰富啊。这会来一些比较淡一点的。这一块的叶子很丰富。小一点的。好，这2只，让它上面一个组合和下面一个组合。每一个嫩芽它都会有区别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画面。画面的话，我再看一下，它还要加一些这个层次啊。这一组的这个嫩叶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加上来，加到后面的这个层次。这个后面这个嫩叶还是出来，增添这个画面的这种层次感。有一些这个嫩叶从这里来，伸到这边来。今天的这一幅作品就比较写实。这里来一组。这里来一组嫩芽，跟上面相呼应。好，我们拿这个黑色的点一下这个，把这个根部再去调整一下。
根部调整一下。这个就是最后调整这个画面的这个细节，还有这个嫩枝干和老枝干相结合的地方，我们要画一些这个嫩芽。对了，我们要勾一下叶筋哦，再不勾的话，这个画面就干了。我们勾一下叶筋。好，勾一下叶筋啊。好，这个嫩叶子我们就用这个胭脂来勾，洗一下笔。好，我们勾一下啊，这个浅的我们用浅浅的勾啊，淡的我们用淡淡的勾啊，不要太深的颜色啊，浅浅的胭脂。好，这个用胭脂来勾啊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花心呢，把这个花心画上。
好，这个花心我们画5组，1组、2组、3组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。这里1组哈，这里1组。我们花心也往中间包哈，稍微的往中间包一点点。花心这个花心也是会添加这个花的这种生机感，花心也一定要画好，不要随便的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花心特别有姿态，我们点这个花心也要点的有姿态，它就花心的姿态就是跟着这个花的姿态走，花心有姿态了，这个花心就有灵魂了，这朵花就有灵魂了。好，拉远一点看一下前景，拉远一点给大家看前图，看一下这一朵实物。我们的实物，当然我们按照实物去写生的时候，我们要进行这个艺术加工的，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写生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一模一样的对照这个图片去画，因为图片毕竟是图片，我们画的是写意画，写意画是要画它的意，而不是画它的形。我们不像这个油画，西方的油画画着1比1的，跟它画的一模一样就可以了。就像我们这朵实物里面可能很多花瓣一样的，我们要去掉，我们要进行艺术加工，把它改变，把它改掉，要画出一些不同的这种变化，让它有变化，有这种整个画面要有这个虚实的变化，要有这个大花瓣，还有这个组合。都要有这个大小的变化，就像这个花，这幅作品是2个组合哈，这边是一个组合，这一个大的组合，这边是一个小的组合，那这里有大有小的这种组合，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枝干的话也是，它是2条，那2条的话本身这里是1条，这里是1条，如果2条可能会单调，所以我在这里加了一个，让这里是2个，这里是1个，让它又有一个对比，有个多少的这种对比。还有这种颜色上的搭配，你像这里有一组深的叶子，这里有一组深叶子，这里也有一点深的叶子，那这里
这里少这里多，让它也是一个多的和少的这种对比。后面会有一些虚的叶子，让我们又有一种层次，一种虚实的对比，让它有层次感。这整幅作品的这种大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掌握，一定要注意。还有这个大关系在体现，也会体现在一朵花上，一朵花上也要有这种花瓣的大小，还有这种颜色的深浅变化，还有物象的虚实变化。你看这周边的这有一些花瓣，它是画的比较虚，没有那么实，不是说每一个花瓣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我们中间这一部分是不是很清楚？你能分得出这个正反瓣，但是外面这有一些是虚的，我们就要画出这种虚实的变化，明白吗？这个是故意这样子画的。